I'm strong, real strong. 心臓を捧げよ。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我们来讲凡尼中阶技巧。在2年前我就已经制作过凡尼初学者该怎么来练凡尼了，所以想要练凡尼的朋友们，如果你是零基础或是根本不会，并且也没有看过第一集凡尼教学的朋友们，我建议先去把我2年前出的凡尼初学者该怎么练把它看完，因为没先搞懂凡尼基本道理的话是看不懂这部教学的，并且我不会把画面放慢，也不会后置标示箭头帮助理解，相信只要有一丁点凡尼基础的朋友们是不需要放慢就都能看得懂的。真的看不懂的话，平台都有放慢速度的功能，可以调整速度的。当然没有想要会玩，只是来欣赏一下的话，我也是很欢迎的。但距离上次我讲凡尼到现在，其实改了不少东西，只有最基础的拉绳是一样的，但现在比以前更要求手速，难度也更高。还有，其实我也把所有华人玩家的凡尼教学视频都刷完了，没有一部教的是正确的，包括我以前上的凡尼视频也都是错误的玩法，所以我这边整理了几点必须要注意的事项，慢慢来跟大家说明。还有玩凡尼是不可能不会犯错、不会失误的，我们要能够处理失误之后该怎么去应对。各位有没有看到，像这边我拉绳就失误了，所以导致我没有立刻能够回到主堡旁边砍塔，并且只要一失误的话，能量很快就会浪费光了。那我这边就示范一下正确该怎么样回去砍塔。再来这边，我们先来看到 buff 区的正确方式，这个是到蓝 buff 的正确方式，4条绳子再加1条绳子，这样子会最省能量。而且1条绳子过来的话，其实最好不要刷到野怪，不然那样子的话会扣能量。然后这边是到红 buff，并且注意我这边是等级2，这样我们拉绳出来才不会消耗掉太多能量。当然6条绳子出来也可以直接到红 buff 身上，但是我并不推荐。还有我们在拉绳中间中段掉到地上来，并不影响能量消耗，只有在2技能 CD 转了一圈完毕的时候再次释放才会消耗比较多。这样子出门在温泉就会把开场用的能量给回了，也建议不要太花俏，不然到敌人旁边可能能量都没了。另一种方式则是回补时会在温泉多待一下，可以先稍微往前走点，这种方式出来会更简单。然后现在的凡尼和2年前不同的是，不用掉到地上也能对同一个目标触发旋风打击，所以更要求手速和熟练度，还有立体机动装置的飞行技巧。然后我们只要有平行的2个墙壁可以拉，就可以持续的刷敌人。这边是近距离的，但是一般是不可能有敌人这样也能活着的。正常来说可以快速叠2层，然后直接接大招，伤害就爆表了。大招后立刻接1技能，看着尤朵拉的死法多么舒压。我们甚至连1技能的伤害都还没有打出来，敌人就死掉了。但为了避免没有杀死敌人，我是建议习惯性大招后都直接接上1技能，除非是对伤害很有自信，否则用看的才做出反应，那残血也许就跑掉了。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快速叠层接大招，再立刻1技能，再补后面的，看是要2技能要继续追残血，还是要逃跑。然后这边就是凡尼玩家常常刷到会战完都会拼命的往主堡拉，并且在途中点回复帮自己回血，尤其是有能量的时候。那我这边偷懒了，所以也因此就再见了。所以不是因为想秀技术，而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其实凡尼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理解，因为事实上80%以上都是用这个技巧就解决了，也就是2个点的来回方式，而且一般来说也只需要过去再回来2次就足够了。真正困难的是大招后再接1技能之后的拉绳反应。所以其实我们本部影片的3分06秒到现在都是同一个技巧，包括我们现在在边路搞花火跟尤朵拉也是一样的，就是过去再回来，那回来停到地上也没关系，思考跟手速慢了点，也只能想一下再出发了。那假设熟悉了的话，也不一定要用大招了，而且还会比重新起飞花费更少的能量。
就能够有一样的效果，也是一模一样的技巧，只是距离更远的形式。那我这边是失误了，非常可惜，也是跟刚才一模一样的思考方式。那这边我再用训练场操作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不得不说真的是蛮难操作的，很容易失误。那我在这边换一个宽一点的地方，这样子是比较好操作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其实也是很难维持很久的，只能一下下。但是其实这样子就够了。那我们凡尼一般都是在打蓝 buff， 不然就是在打蓝 buff 的路上，所以这个就必须要搭配到我第一集的技巧了，然后后面再搭配我这一集前面刚才讲的。那这边的话，因为我要瞄准还没有那么熟练，所以我选择先落地再重新拉。所以说大家看到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我拉的方向并没有错误，只是说我的反应慢了，也可以说是补救性的思考跟反应不过来了。大家就看到目前的我其实是没有办法在实战中操作的非常顺畅的，还是必须要思考一下，也因此会常常落地或者是拉错方向，导致就撞墙了。但为什么我说这样子就够了呢？因为大家看这边的会战，我没有直接出发，而是走到中路才开始准备拉线，因为我必须要确认敌人的位置。那当然，如果你有自信的话，我们可以从野区旁边就直接出发，也是没问题的。那要如何从野区或是旁边就直接出发，这个我们待会会讲。那我们就来看我说80%都是用同一个技巧的各种应用方式，用这个方式也可以先帮队友打伤害，也可以去尾刀敌人。而这边就是成功的帮助我们的射手拿到击杀了。然后这边也是一模一样的，看到小法，那我们的角度要稍微自己抓一下感觉。那这边其实也有点奇怪啊，我大招伤害下去之后，一技能是伤害没有出来的，这应该是 bug 吧？不过也不管了。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招的应用在全地图都可以使用，甚至还可以打上敌方的高地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对面有凡尼的话，守塔千万不要在门口那边晃，一去一回大招加一技能就可以直接把满血的人给秒杀了。再来，我们讲凡尼第二个需要学的技巧，就是要找到3个点，像一个三角形一样，我们只要在地图上任何一个地方找到类似正三角形的点，拉2技能钉到的墙壁位置的3个钉子连起来会是一个三角形，我们就可以做到在空中绕着依照顺序去拉三角形的点就可以了，顺时钟或是逆时针都可以。大家的手机设备如果比较好的话，或者是可以按得更快的话，甚至在这个小圈圈也是能够在这边回旋的。不过这边很抱歉，我个人是按不出来。那这边再让大家看一下实战中的应用，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敌方英雄都在中间滞留的话，那他们就会被我刷爆了。可惜我能量被小兵浪费掉了，并没有办法大招到敌人身上。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装逼，这样敌人看到你就会觉得好像很会玩一样。那么这边我是失误了，我这边应该要定格一下，应该要拉到这个乌龟这个地方，这样子这个角度就可以往莫斯卡夫身上飞过去，然后把他给击杀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其实凡尼不难理解，只是真的很吃反应跟手速啊。那这边这个操作也非常可惜，这一下的钉子拉空了，否则这3个敌人应该都是会被我秒杀才对。当然失误了之后就得重新调整思绪，这点才是对于玩凡尼的人来说最难的东西，因为就算是世界第一凡尼也是不可能不失误的。所以其实重点在失误之后要如何快速连接思绪。这边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例如像现在这个情况，敌人过来，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小回旋，把敌人全部在这边刷伤害的，但其实也不一定是失误，有时候也是会遇到一些恐惧啊、嘲讽还是晕眩等等，无论是自己造成或是外在敌人的因素造成失误的话，我们就要立即做出调整。那前面到现在其实也才讲2个技巧而已，也是凡尼比较困难并且需要手速的技巧。那这边我们就是又回到前面讲的第一个技巧了，不过这边还蛮好来回刷的，我其实应该来回再继续刷个1次到2次再按大招才对。为了让大家方便理解，我这边再用训练场做个实际的操作让大家看一下。刚才这个就是3个点的回旋，然后现在这边是2个平行的点来回的刷，只要能够掌握这2个技巧，我们就离凡尼大神不远了。然后这边这个片段必须先补充一点，虽然刚才失误一大堆很惨，但其实失误了，可是我的2技能是在转 CD 的状态。我们先看这边，我们如果2技能没有拉到墙壁的话，我们的出神速度是这样的，非常的缓慢。可是我们只要第一条绳子有让我们的2技能进入 CD 状态的时候，
我们的出城速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快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凡尼高手在出击之前会拉一下附近旁边的墙壁，以减少自己的失误，可以确保我们在战斗之前就能疯狂拉2技能，就算出击的时候空拉也能迅速再次2技能。不过呢，只要有信心能够在第一下一定能拉到墙壁的话，是不需要做这个动作的。没用的话再取消就行了，这样我们才可以迅速的应对战局的变化，敌人不会呆呆的站在原地等的。所以我们无论拉的多朴实或是花俏，都要有立即再次2技能的准备。那关于拉神的机制跟方式，之前在第1集已经介绍过了，但是之前只有教大家顺向拉的转弯，也就是类似现在这几个片段，还有刚才前面提到的从旁边就直接出发，也是一样的顺向转弯，然后再使用我刚才介绍平行2个点可以来回拉。当然准度的话还是得需要长时间的练习，所以一定必须要先准备好下个2技能来瞄准，才能提升准度。不过一般打薄皮，我们跌到1层就直接开大加1技能就可以直接秒杀了，甚至敌方英雄如果血线不高的话，我们甚至不用叠层，直接大招加1技能或是普攻就可以了。但是注意，这样并不会返回能量，所以还是能够刷到敌人会比较好。因为有用2技能刷到敌人的话，1技能跟大招都会返回能量，所以看这边没有先2技能刷到敌人的话，能量消耗就会飞快。不过这种方式很适合用来收残血的敌人，例如像这个片段，我们的露比把敌人的准打到残血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拉到残血的敌人身旁，不用刷到敌人身上，直接赏他个大招加1技能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从10分45秒到现在其实都是同一个转弯方式，也就是顺向转弯，而顺向转弯只需要再多一条绳子就可以办到了啊。再来看这边，我第一次用顺向转弯想要一次刷2个，但是我没有刷到，再次出发还是没有中。不过我直接大招加1技能就直接把敌人给收了，所以我第1集的凡尼初学技巧还是挺重要的，这些都是第1集的技巧跟应用而已，只要能够融会贯通，什么地方都可以迅速到达。那如果敌人不再顺向的话，就必须要再多1条绳子，也就是4条才能拉到。不过其实也只是没落地而已，事实上就跟温泉出来还是多条绳子赶路脑冲啥的都是一样的意思。总之就是会从最后2条绳中间杀出去就对了。再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逃跑的时候是迅速丢了2条绳出来的，虽然失误了没有转出来，那先不管我们先讲2条夹角很小的2技能。第一，还可以让我们的伤害更高；第二，可以让我们更迅速，让敌人来不及闪躲；第三，可以让敌人的技能更难命中。但是这种方式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能量够不够，也要注意2技能是否都有刷到敌人才可以继续刷，否则能量是会一下子就干了。然后再次提醒，在会战的时候一定是要2技能放了之后马上再准备好下一个2技能，这样我们才能够迅速瞄准敌人，就算是多放了也没有关系。但是在前期2技能还没有点上去之前，千万不要像刚才那样拉2条线，因为前期的能量消耗比较大，如果拉2条线的话，很容易因为没有能量而打不出伤害。所以前期我建议1条线，不得已才拉2条，也通常会仗着2技能就可以疯狂输出，开场蓝打完就去抢敌人的红，但绝不可以太过激进，因为回能量的机制只有一个敌方英雄是回不够前期使用的，所以前期的会战必须精打细算能量消耗。也因为被2技能刮到后，所有技能都可以为凡尼回能量，可以叠2层，叠1层回比较少，2层大概就是1技能变成免花费能量，所以最好是先叠2层再1技能。这边示范刷墙壁2层2技能接1技能再继续刷，前面是正确的，后面则是2下后没有接1技能的，会变成2技能能量不够，无法触发旋风打击。所以2技能的准度非常重要，就是夹角的理解和实战中的反应速度了。迅速叠2层，不行的话1层也行，而且我们的大招对叠到被动的目标会有提升伤害的效果。那看到这边，我其实追娜娜有蛮多失误的，我这边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再次2技能刷墙壁叠层，然后再1技能，这就是我说的非常吃反应速度了。即使我现在已经理解的还不错了，甚至都在这边出教学了，但还是会跟不上该有的速度，所以我才说这是中阶技巧，练熟悉变成不需要思考就
就能立刻做出正确反应，而且还不用常常落地的话，就是高级专业凡尼了。我这边应该先1技能再2技能拉出来才对，这样才可以直接把欧若拉的被动给打掉。但老实跟大家说，我这个就是头脑打结了。然后我看欧若拉还没有回家，我就把他的被动打掉之后，然后我再回家回补，然后再来这边让大家看一些回马枪，也就是回来再出去，可以快速规避防御塔再回来，和前面示范砍主堡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把前面2条利用大角度，然后第3条刚好可以让夹角中间能够喷到敌人身上。来注意看这边，这样也可以冲到很远的地方。那当然进场的话，一个2技能完就必须要立刻准备下一个2技能，才能顺利的飞起来。当然有时候距离够，我们也可以直接大招，然后再看要怎么拉。那其实也不过是冲出去再回来，也就是前面说的平行的2个点来回而已。任何地方都一定找得到平行的2个点，我们就可以在这之间来回。然后再次提醒，2技能拉空了，可以再次补上2技能来修正，进去再出来收掉小法。然后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个前期的实战片段，叠2层接大招收狼人，1条线不行才出第2条线，改变方向刷尤利恩。然后还有一个娜娜残血在防御塔里面，但是我们这边先来看一下，我们其实凡尼对于很多控制都不是非常的害怕的。看这个灵猫，只要我不要直接撞到它的话，对于我快速经过完全没有反应。那再特别说一下，凡尼最怕的控制是长时间的疾飞，有周跟剑锋的大招，再来才是麦西塔尔，然后再来才是库弗拉。那云炫跟定身对凡尼来说其实都不是很害怕，甚至我们看到强生开车，我们可以趁他快要撞到我的时候拉个墙壁，这样子强生会特别的生气。哦，对了，佛朗哥的压制我们也是比较害怕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些实战的一些片段吧。其实大家如果听完前面的话，会发现都差不多啊。这边也只是快速叠完2层，然后大招接1技能，再迅速2技能追击跟逃跑。还有就是进场前最好等敌人的重要控制不会立刻弄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在进场也要承担切后排的责任，因为我们切后排是非常轻松的。再来看这边，因为我刚才杀雷拉没有大招了，所以我这边其实是可以去追那个亚蒙的，但当时我是看到敌人死了3个，想要稳稳打领主，所以并没有这么做。那我再示范一下，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利用大角度可以让自己喷很远。说来说去，其实技巧都差不多，是不是越听越简单了呢？当我们越来越熟练之后，反应速度越来越快，就可以在会战时用各种方式起步。只是有时候能量的消耗还是难免会不小心就没有注意到了，这点是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所以最好是进场一次就快速刷一刷，就赶快闪人了。我们凡尼飞到后面去冲残血是非常给力的。还有一个练凡尼的技巧分享给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 ID 叫做 Fanny Only？ 其实想练什么英雄都可以这么做，取个英雄名称加上点注记，别人要抢路，我们也可以用送头来威胁他们。就是因为虽然我也很想用主号打神话以上的场子来拍解说，但由于神话人多又容易被队友坑，而且我主号什么都玩，选角的时候队友会看到我时常玩其他的，所以就很难选到凡尼。尤其是打野一堆人要抢啊，就会一直叫你秀胜率，那就是个悲剧啊。我主号胜率也只有50% 左右啊，不可能会有人让的。凡尼又便宜，创个新号很容易就可以买到了，非常的方便。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不讲理的队友的原因了。不过神话以下常常会遇到人机 AI 的敌人就是了，但也总比打电脑更好，能真实的练到实战。虽然这么做可能常常会被骂，那不管它就好了，都是必经的过程。那大家看到这边我也讲差不多了，刷墙壁的机会其实并不是很多，也很少会用到，主要也就是我前面说的3个技巧，然后灵活运用就没其他的了。时常练习才能让我们弹出去的角度方向可以刷到敌人身上。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原本是还有一些精彩片段，不过因为我原本拍片的游戏手机故障了，有一些库存的精彩画面就这样跟我说再见了，所以只好用电脑人机来代替了。因为这些操作画面并不是常常会出现，一般都是秒个敌人就跑了，所以我现在换了新手机，但是现在有些画面是
是有点卡顿的感觉的，就是用新手机拍的了，还在寻找解决方法，大家就忍耐一下吧。有知道如何用安卓手机录制顺畅画面的朋友们，可以的话就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一下方法，什么方法都可以，最好是实际拍视频给我参考参考啊。这也是我这次停更这么久的原因。虽然说我换 iPhone 就直接解决问题了，但是我真的用不习惯呢。好，那最后这次的凡尼中阶技巧教学就到这边了，看不懂的地方平台都有放慢的功能可以使用，想练凡尼的朋友们可以一边在练习场拉绳一边看。那其实我最后打电脑的这些片段，也就是我这一期影片大部分讲都是讲这些东西啊，那我们只要练熟练就可以办到了，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拉才是正确的。好啦，那就祝大家都可以成为凡尼大神啦，然后记得排位，如果看到我的话千万不要练凡尼。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小雨，我们就下期再见啦。